来这边的游客呢，他们是把车停到这边，然后呢乘坐小火车从这儿过来，看到没有？那儿小火车，然后从这个地方开过桥去，然后到那边一直呢就可以开到彭家寨的地方，哎，非常的方便。虽然说不通公路，但是这个有小火车可以坐到彭家寨去。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湖北恩施宣恩县的彭家寨啊。彭家寨呢是一个传统的古村落，距今呢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整个寨子里面呢有50多户人，300多口人。别看住的都是木质的吊脚楼啊，但是每家每户的身价都是上百万。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咱们进寨去了解一下。整个寨子呢都还是这种古老的吊脚楼风格啊，看起来非常的复古，也很漂亮。然后前边那儿呢有一栋吊桥，这栋吊桥呢也是以前彭家寨的村民出去的唯一的路线，因为整个这里呢是3面环山，1面环水。老娘，这在彭家寨啊？啊。现在还有好多人来这做？那都在那做啊。全部都来做？嗯。不是讲这里花了几十亿来开发吗？几十亿开发，它是彭家寨等面连哪哈儿都是那哈儿的钱。你们这边这个房子是啷个子的那个值钱呢？政府都把房子都买了吗？他政府买是买的，还没给你，他讲是保护。哦，你们现在还是在里面住噻？搞的居住权，他有永久的居住权。永久居住权。哎。但是房子不是自己的了。哎，没有你的所有权，只有你的居住权。哦。你贵姓呢？我姓周啊。姓周。嗯。还遇到一家人了。你也姓周啊？啊，我也是门杰周。他们这边等于是全部都姓彭吗？哎。哦，那你是外寨子的哈？哎。他这个寨子有好多年的历史了哇？还有几百年，几十代人的。几十代人。嗯。是哪个来发现的这里噻？张良镐啊。张良镐。是湖北大学的教授。他搞这个古建筑这块的哈。他不是的，他整个到处全国看哈，就是那出廊上那个吊脚楼啊、木房子成片些嘛，所以就把它保护起来了。跟咱们彭家寨里面的一位老人家聊了一会儿天啊，大概我知道了来龙去脉啊。彭家寨呢，它是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然后里边居住的呢都是土家族人，他们的房子呢也是土家族的那种2层的吊脚楼的风格。他们这里的房子并不是什么金丝楠，也不是什么黄花梨，就是山上普通的树木来构建的。那为什么又这么值钱呢？上个世纪80年代，他们湖北研究古建筑的学者张良镐呢，在整个湖北乃至全中国呢，来考察这种古建筑，就发现啊，只有彭家寨呢，才保留了整片的这种吊脚楼的风格，是特别难得的这种古建筑群，就把这个地方呢全部保护起来了，可以堪称是古代建筑的活化石啊。据说它的价值不亚于布达拉宫啊。2018年后呢，国家就出资了30亿来保护这个古建筑的。据说少的一家呢可以拿到几十万，多的呢就可以拿到100万甚至更多的一个补偿金。那国家把这个建筑收购之后呢，就是把它保护起来，不允许呢再去翻新房子，保留这里的原汁原味。村民呢可以有永久居住权哈，可以一直居住在这个房子里。哎，这样的好事呢，还真的是让彭家寨的村民给遇到了。政府出大钱把他们的房子买了之后呢，这个永久居住权啊依然是村民的。哇，真的是太羡慕彭家寨的村民了。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老家的大山里啊，今天没事带你们去山谷里边看一独栋的房屋。这个房屋呢就坐落在小河边上啊，可惜呢已经没有人居住了，但是环境非常漂亮。我们去看一看大家喜不喜欢这样的环境啊。这边呢是一个山谷的这种形态，那么我们现在已经隐约的可以看到房屋的位置了。边上这里呢就是一条小河，这里真的是山清水秀啊，非常的美。那么河流呢就围绕着房屋边上，特别的漂亮哈。你看我们要进入到这一户人家呢，我们这里还得过这个小河，河水也是非常的清澈。那基本上去到他们这里呢就是顺河而上啊，
离这个公路并不远啊，步行上来呢大概就是10分钟左右。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好几大块的这个土地啊，那么像这些土地呢都是可以种植水稻的。你们是不是有那种感觉，这地方可能以前居住的人是比较富裕的，是吧？这个房屋大家看着的感觉是什么？是不是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宁静？就坐在这个小河边，我们过来看看。是吧？确实是没有人在家里边居住，不过门口呢挺干净的，然后门呢也是上锁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房屋呢保留得非常的完好，虽然说已经有应该2、3年没有人居住了吧。我们站到这个房屋的河对岸来看一下，这里环境是不是非常的舒服？上边也有山，进去呢就是非常深的一个山谷。然后走进去应该有好几公里都是没有人烟的，那么只有这里呢有他们这一栋房屋在这里，门前呢就是河流，对吧？如果说这个水位稍微再多一点的时候，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舒服。我们要洗个菜呀什么的都可以直接在河边洗，用水非常的方便哈。虽然说夏季的时候会涨一些大一点的洪水，但是也不会影响到安全哈。最多的时候呢就涨到这个院坝这个位置吧，我记得历史以来差不多就到那个位置。整个房屋是没有被淹过的，所以相对来说也是安全。那么这个地方呢，它的海拔大概是500、600。有很多朋友啊，觉得这个夏季的时候避暑呢，一定要到高山。其实不是的啊，如果在这种山谷地带、河边的时候呢，这种400、500、600的海拔呢，也是非常凉快的。为什么呢？它这个水流不断的在流动呢，其实是带有这种河风的。所以说夏季居住在这种山谷啊，通风效果比较好的地方呢，其实也是非常凉快的。有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这个概念啊，在我们贵州呢，这种500、600的海拔跟1200、1300以上的海拔呢，它的天气差异是很大的。大多数情况下，高山呢都会有毛毛细雨，但是在这种低海拔的地方呢，其实是没有雨的。如果说你要论1年4季都居住的比较舒服的话，还是500、600的海拔更适合一些。朋友们感受一下哈，夏天的时候坐在这个河边，吹着河风，那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情。听着这个溪水潺潺的这个声音，对吧？然后很多的烦恼啊都是烟消云散，整个画面看起来呢也是非常的原生态啊。我们进来呢也看到边上这些土地呢有耕种啊，但是这些呢都是山上的人下来种的，他们自己呢已经没有种了。其实在这个房屋的后山呢，这些以前也是有房屋的，只不过呢全部搬迁走了之后呢，可能房屋就倒塌了，只有这里这一栋房屋呢可能保留的比较完好。像这样的地方呢，其实1年4季住着都是让人觉得非常舒服的。包括现在是冬天，你们看整个山上的这个绿植呢也是非常的多，居住在这里啊，真的有那种隐居般的田园生活的感觉哈。我们可以稍微养一点鸡仔自己吃，河边的话我们可以养点鱼，是吧？自己想吃的话就到河里去捞鱼来吃就可以了，很方便。我们要种点地种点菜的话，这个周边也有大面积的土地，也都能实现。所以这个地方应该是满足了很多朋友对于这种田园乡村生活向往的这种场地啊。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四川泸定县的泸定桥，看到没有？那里就是悬索桥，下方呢是大渡河。跟大家简单讲一讲这2天我去过了哪里啊，然后呢再带大家在这个桥上去走一走，了解一下泸定桥。这次出门呢是真的是玩啊，没怎么拍东西。在成都呢就待了2、3天，去看了大熊猫，去了春熙路，去了夜游锦江，去看了川剧，去了广汉三星堆。这里呢也跟大家说2句，如果你们要去看熊猫呢，等到这个天不热了来，因为现在天气热呢，熊猫都是关在别墅里边的。来看熊猫呢，估计就只能看人头了。夜游锦江呢，就是坐个船。春熙路呢是一个适合年轻人的地方啊，咱们放眼望去呢，也都是年轻人。整个街道上呢，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奢侈品，我都不认识啊。如果你是喜欢国粹啊，那你可以去看一看川剧，毕竟咱们的川剧变脸啊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如果你是喜欢考古和中国的历史呢，建议三星堆一定要去看啊。一开始我没去之前呢，可能就跟大家一样，在网上看到那个面具啊，那个方向盘呢，觉得很神奇。里边的文物不仅仅是面具、方向盘，包括人的面具以及各种各样的用具，包括祭祀用品等等，都非常的齐全，非常完整的反映了我们的祖先在几千年前是如何在这片大地上生活的。可以说三星堆是我非常推荐大家到这里来看一看的，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一些青铜面具，包括黄金面具，真的是让你看得目不吉祥。我觉得跟人差不多大小的面具呢，可能真的是人要佩戴这个面具来跟这个自然界的一些其他生物进行对抗，又或者说武装自己的一种道具。当然特别大的一些面具和特别小的呢，我认为不是人戴的啊。我的理解呢，就像我们现代人一样，他要做一些艺术品来供人们欣赏，对吧？在川蜀大地上发现三星堆，挖掘出这么多的文物，这么多的各式各样的面具，你们再跟现在的这个川剧变脸联系起来，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上下3000年，这样就联系起来了。这边就是西岸的桥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铁索桥两边呢是一边3根这个铁链，下方呢一排是8根啊，中间呢是铺的木板，这样走过去。那么再看看这个桥头的这个桥墩啊，为什么上边是2个铁链，下边还有1个铁链呢？可以看到这里哈，它上边2根铁链穿过来之后呢，这里桥头这里是有一个铁桩直接从这里打下去，也不知道打了多深啊，全部从这个石头这里穿过去的。这个桥头10吨的这个粘合剂呢，是用糯米、石灰和鸡蛋清做的粘合剂，所以非常的牢固啊。那这里呢是2条铁链从这里合并之后呢，从这里拉向地面，应该是拉到岩石上去的。为什么这里是2个铁链往上走呢？一般咱们看到的铁索桥呢，可能都是只有2个，是吧？为什么它上面是2条铁链呢？因为这里的跨度比较长，大概是103米多，2条铁链呢，就为了减轻左右和上下的这个摇摆幅度啊。每当有人从这个桥上过的时候呢，这个桥的整幅还是非常大的，毕竟它有100多米的一个跨度，下方呢就是滔滔奔涌的大渡河，看起来还是非常的险峻的。站在中间这里给大家看一下这里的地理情况，大渡河呢是自北向南而流，这一面呢是西面，这个上边呢还有一个寺庙，待会儿我可以跟大家讲讲这个故事啊。然后这边呢就是东边，房屋大面积的建筑呢就在东边这里。那我们可以看到上边那儿呢还在修一栋大桥，那个地方应该是修高速吧。跟大家讲一讲，昨天晚上我住的酒店呢是住在西岸的，西岸呢正好有一个福利，就是如果你住在西岸的酒店或者民宿，你第2天上这个桥来玩呢，你就可以不用花门票啊，直接拿他们的这个民宿钥匙呢就可以。但是东岸呢就没有这个福利。那为什么是这样规定的呢？因为东岸呢才有吃饭的地方，包括逛街啊什么的，这边呢更加的方便。如果说你住在西岸呢，就必须要过桥啊，因为前后呢都要很远才有这个桥梁可以通过。那当地呢也是为了照顾来这里的游客，方便吃饭，对吧？所以呢才有这么一项政策哈。所以这个呢是要住在西岸才有这个福利，住在东岸呢是没有这个福利的啊。整个泸定桥上用的这些铁链呢，有40多吨重啊，非常的了不起啊！在300多年前能够把这个泸定桥修建成功。那么这个泸定桥它是什么时候修建的呢？据他们这里的介绍啊，是在康熙44年，也就是1705年的时候修建的。清朝康熙时候啊，藏族和汉族的物质交流呢，是靠大渡河的渡船或者溜索来转渡的。有时候不能及时渡河，两岸的货物呢就会堆积，一些鲜活的食品呢就会因此而腐烂，所以这里没有桥呢，就阻隔了两岸人民的交流。在清朝康熙44年，也就是1705年的时候啊，康熙皇帝为了国家统一和解决汉区通往藏区的道路梗阻，就下令呢在大渡河上修建了这么一座桥梁，这也是大渡河上的首座建成桥梁。当时的大渡河呢称为墨水，而康熙呢错以为是卤水，
为什么有个定字呢？寓意呢平定土司的叛乱，所以起名为泸定桥，并将这个字体呢立玉碑在桥头，横批呢为一统山河。再有呢就是后来的飞夺泸定桥了，大家应该都学过。1935年呢，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经泸定桥，以22位勇士为先导突击队，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呢，在铁索桥上匍匐前进，一举消灭桥头守卫。飞夺泸定桥的战斗呢，也打开了红军长征北上抗日的通道，谱写了中国革命历史上的战争奇迹。作为茶马古道上的重要枢纽和飞夺泸定桥战役的核心地位，泸定桥呢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和红色文化底蕴，对于研究中国革命史、边疆史、藏区社会发展史等都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好了，朋友们，那本期的视频呢就跟大家说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